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们要讨论大脑老化人的特征这个课题，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哪些人容易出现大脑老化，也就是记忆力下降、记忆障碍、认知功能下降等问题。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人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第一，大脑老化人的特征；第二，恢复心理健康的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大脑老化人的特征。先说一下结论：大脑老化的人，其特点是，他们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心理健康的问题。研究发现，早期的抑郁发作与后来的记忆问题有关。越早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在其后半生中记忆问题就会越严重。抑郁发作是以抑郁为特征的疾病状态。抑郁发作的人往往会感觉心情的抑郁、悲伤、没有希望、情绪低落或沮丧，容易激动或者对琐事感到不满，食欲也会发生变化。有些人会完全没有食欲，有些人则会暴饮暴食，或者特别渴望甜食或碳水化合物。抑郁发作不论严重程度，只要症状持续至少2周，就可以诊断为抑郁发作。这次研究发现，在20岁、30岁和40岁经历抑郁或抑郁发作的人，在50岁时更容易出现记忆障碍。这表明抑郁可能会导致老年的认知症。成年期的抑郁发作越多，老年时患认知障碍的风险就越高。这强调了在成年期管理好抑郁症和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认知障碍的风险会随着我们一生中经历的情绪事件的数量增加而增加。研究表明，每增加一次抑郁发作，认知症的发病率就会增加约13%。另一项研究表明，持续抑郁症状的人比抑郁发作较少的人，后来患认知障碍的风险更高。总之，大家要记住的是，大脑老化人的特点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心理健康问题。因此，20岁、30岁和40岁相对年轻的人应当尽早处理自己的心理健康的问题，以避免以后老年时出现认知障碍和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20岁到40多岁是工作繁忙的时期，大家有没有人因为过度的压力而心理崩溃，或者担心继续这样工作下去会导致心理问题呢？如果您现在在黑心企业工作，心理压力特别大，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辞职是有必要的。如果工作责任过重，导致了失眠、压力慢性化，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所以需要尽早调整工作安排。如果心理不稳定，或者心理出现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意愿就会减少。因此，及早处理心理健康的问题非常重要。一项基于对1958年出生的18000多名婴儿的追踪研究得出的追踪调查结果表明，越早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其老年记忆的问题就越严重。研究人员表示，中年和老年经历的抑郁症状可以预测出老年时期大脑功能的下降。成年期30年持续的抑郁症状是记忆力下降的重要预测因子。这项研究强调了运动、冥想和维持强大的人际关系等保护心理健康措施的重要性。这些方法都被证明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研究人员评论说，早期应对抑郁症和焦虑症有助于降低记忆障碍和认知症的风险。运动、冥想和维持强大的人际关系都是有效的方法。因此，早期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第二部分中，我会给大家解释如何恢复心理健康。所以，如果您最近感到情绪低落，可以尝试执行一下这些内容。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恢复心理健康的方法。在这里，我将给大家介绍恢复心理健康的3种方法。这3种方法是：1. 运动； 2. 冥想； 3. 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大家以前可能听说过这些方法，但我们要深入了解它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恢复心理健康的。接下来让我逐一来进行解释。首先是第一个方法，运动。运动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着极大的益处。早在1970年代，就有研究报告讨论运动疗法
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效果。1999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布鲁门塔尔针对156名抑郁症患者开展了一项研究，受试者被分成了3组，一组吃一种抗抑郁药，另外一组只运动不吃药，每周运动3次，每次运动时间是30分钟，还有一组是既要运动，也要吃药。4个月后，布鲁门塔尔检查受试者抑郁症的改善情况时发现，吃药和运动具有同样的效果，都能减轻抑郁症。研究到此为止，运动的疗效已经很明显了，但是真正的惊喜还在后面。6个月后，布鲁门塔尔再次观察受试者时发现，运动会让抑郁症更不容易复发，复发比例在1%到1/10之间。吃药物治疗的患者，复发比例高达1/3。抗抑郁药通过增加大脑中的血清素分泌来调节情绪，而运动也能增加血液中的血清素，促进大脑神经细胞的新陈代谢。因此，如果您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好，运动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还有一些其他研究也证明了运动的益处。例如，在智利的一项研究中，200名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孩子参与了为期10周的运动计划。结果显示，孩子们的健康、自信和幸福感都有所增加，焦虑和压力也大幅减少。此外，在芬兰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运动2次以上的人几乎没有压力和焦虑，并且攻击性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也减少了。总之，运动对心理健康的益处是显著的。药物治疗固然重要，但改善生活习惯，通过运动等方法保持健康的身心也是关键。请大家记住，当我们情绪低落时，请一定要去进行运动。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冥想。关于冥想能够消除焦虑、担忧和烦恼，相信大家很多人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为什么冥想对心理护理有效呢？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萨拉·拉萨尔进行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点。拉萨尔教授指出，冥想不仅能够缓解焦虑，还能改善抑郁症状、减轻创伤等各种问题。他的研究调查了进行冥想训练前后大脑活动的变化，结果显示，冥想训练后，大脑中负责产生焦虑的杏仁核过度活跃的情况有所减缓。这表明冥想能够改善大脑的功能。作为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冥想方法，我想在此给大家介绍一种被称为呼吸冥想的练习。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非常适合初学者或者不熟悉冥想的人。呼吸冥想有3个步骤：一、姿势，坐直，稍微挺直骨盆，轻闭双眼； 2、关注呼吸，注意自己的呼吸，感受吸气和呼气。您可以关注鼻尖处空气的进出，也可以感受腹部或胸部的起伏。3、集中注意，当注意力分散时，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即使有杂念或思绪浮现，在意识到后，再次将注意力带回到呼吸上。虽然冥想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呼吸冥想非常简单，任何人都可以立即开始。建议大家每天进行2次，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每次5分钟即可。随着习惯的形成，可以延长至30分钟。希望这个简单的呼吸冥想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平静心情，改善心理健康。接下来是第3种方法，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可以减轻我们的焦虑和烦恼，并改善心理健康的问题。相反，孤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十分有害。研究表明，孤独状态会像吸烟一样提高死亡率。还有研究表明，孤独的人一旦有了朋友，寿命可能会延长多达15年。而且，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健康的影响相当于运动或饮食的3倍，甚至比戒烟的效果更为显著。这真是令人惊讶。那么，为什么孤独会提高死亡率呢？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在过去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我们根本无法独自生存，因此必须依靠集体合作来生活。被集体驱逐和陷入孤独就意味着死亡。
因此，我们的脑海中深深刻下了孤独及其有害的概念。相反，感受到社会联系能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遗憾的是，现代社会的孤独感似乎在逐渐增加。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10%的人经常会感到孤独，有1/3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孤独，即使他们有亲密的朋友或亲戚。有半数的人认为普遍存在孤独的现象。同样，在美国，过去20年间，没有亲密朋友的美国人的数量增加了3倍。现代社会的人们变得越来越社会孤立。虽然独自努力追求梦想也很值得赞赏，但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给我们的好处更多。我们应该感激并珍惜身边那些关系密切的人。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